中国海军即将在不久之后迎来全新的舰载高超音速导弹，055和 052D 等主力驱逐舰的火力将会得到大幅度增强。一起来看看具体情况究竟如何。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近日，据俄罗斯官媒的报道，俄罗斯海军已经开始生产海基版本的锆10高超音速导弹，此导弹将装备在俄罗斯最先进的宙斯盾护卫舰和885级核潜艇上。可以预计的是，此举将有效提升俄罗斯的对海打击能力。而国内的网友也对此进行了讨论，既然中国在高超音速导弹领域丝毫不逊色于俄罗斯，那么我方是否拥有和俄罗斯一样的舰载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呢？值得注意的是，陆基版本的超高音速导弹 DF-17 和轰六搭载空基版本的 DF-17 都已经或多或少在网络上亮相了，但是海基的高超音速导弹却没有明确的动向，因此一直就有传言称什么055大驱可以搭载东风17进行超音速反舰作战，但是仔细一想就知道是不可能的。055发射导弹唯一的方式就是垂发单元，055的垂发单元口径撑死也不过是850毫米左右，而 DF-17 随随便便弹径超过1200毫米，长度达到了10多米，这样硬是塞进去，怕不是把055的垂发都得撑爆了。目前来说，我军是有一款在研的高超音速导弹，气动外形和 DF-17 没有太大的区别，可以说是经过缩小体积，专门适配055垂发的袖珍版 DF-17。成波体弹头和火箭发动机和普通的 DF-17 如出一辙，而且既然能放进850毫米垂发单元，也就意味着采用同款垂发的 052D 驱逐舰也能使用。看来新式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兼容性是非常优秀的。为什么说上舰的袖珍 DF-17 是高超音速反舰弹道导弹呢？主要是现在中国海军对于主战武器的需求决定了它就是这个用途。现今的中国海军最大最具有挑战性的潜在对手，毫无疑问就是美国海军，而美国海军的核心力量就是那11个完整的航空母舰战斗群。因此，考虑对美国航母的打击方式，便是研制主战武器的第一要务。现阶段，袖珍 DF-17 将和海军的 YG 系列反舰导弹一样，都是为了打击航母、舰船而诞生的。而且这款高超音速导弹有很大的可能替代鹰击18反舰导弹。虽然鹰击18被网友视为海军最先进的反舰导弹之一，但是其攻击方式依然是传统的亚音速掠海飞行加末端3倍音速突防攻击的方式。这种方式对于美国海军的威胁，说实话着实不大，因为美国海军 CEC 能力已经完善，其给航母护航的舰艇装备标准2、标准3、标准6一系列顶尖的防空反导导弹，加上美国航母的 E2D 预警机，可以轻易的在550千米的范围内发现掠海的鹰击18反舰导弹，同时可以在导弹距离航母舰队300千米或以上的距离，引导标准系列导弹发射，通过预警机中继制导的方式，引导标准防空导弹对鹰击18进行大范围和多批次的精确拦截。因此，综合分析，我海军现役的鹰击18这种亚音速飞行，加上固定的弹道的反舰导弹，基本上难以对美国航母舰队形成致命的威胁。但是随着 DF-17 袖珍版的出现，情况将发生变化，美国航母防御体系将面临严重的挑战。从性能上来说， DF-17 成波体弹头具有鹰击18没有的超远射程和灵活多变的蛇皮走位，最大射程估计为1000至1500千米之间，这个距离基本上是美国航母舰载机打击范围之外了。DF-17 袖珍版将让美国的 CEC 体系变得有心无力。具体来讲就是凭借5至10马赫的超高速度在大气层内外打水漂，通过不可判断的随机末端机动，抵消美国防御体系的优势。因为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针对固定路径的导弹
可以通过快速计算弹道飞行的轨迹和最佳拦截点，发射导弹进行精准拦截。但是 DF-17 由于不规则的蛇皮走位，导致雷达系统无法进一步对其进行精确定位。这个时候，速度高达每小时6000千米的弹头早就对防御圈内的美国航母进行精确打击了。也正因如此，这款在未来即将上舰中华神盾的新导弹意义重大，可以宣告我海军在俄罗斯之后进入了舰载高超音速导弹的新时代，对增强我海军远程反舰能力具有革命性的意义。在这里，虎哥还得给大家强调另一点，因为这款导弹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了足够的通用性，属于既可潜射也可舰载垂发发射的通用型导弹，体积并不算大，所以还可以通过未来航母的歼15、歼31舰载机共同搭载，有多种火力投送方式，这样我海军航母战斗群的空中打击能力也会更上一个台阶。